那我儿子小时候是很壮啊，他就说哇，你这个 baby 啊，好大啊，好强壮啊。我说是啊，然后他说是你的儿子吗？啊，我说是啊。我没有想那么多嘛，我想你看我也知道我这个是收养的，就是我们很容易那种自然的想法，但是外面的人不一定会明白，所以他就说哇，那他爸爸也一定很高很大了。我想都没想，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我就实话实说，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Hello 我今天又请到了 Verlon， 还有他的美丽的台湾太太Isabel，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中文来采访他们那今天上次呢，我们谈到了Verlon 他们有一个农场，对，他们想要准备这个末世，然后呢，希望有自己的食物。所以呢，他们自己有经营这个农场，然后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实际的，怎么样可以在末世来准备这个农场有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建议。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影片，可以再去看。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另外他们家的一件很大的事情，除了这个农场以外他们还做了一件，其实也是跟末世有关，也是跟末世有关，其实就是领养小孩。那我知道很多的华人的家庭领养小孩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生小孩，没有很多华人家庭愿意领养，但是如果他们愿意领养，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然后他们愿意去领养。但是呢，这一对夫妇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孩子。你们有几个孩子？我们有2个女儿。2个女儿，对。所以当你们决定要领养的时候，你们的女儿已经大了。对，一个13岁，另外一个9岁。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父母他们觉得好不容易小孩大了终于可以放松了，终于可以休息了，但是这个时候你们居然还愿意再重新来过，再去养一个 baby，哇，又是好多好多的时间，好多好多精力。所以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这样子做？一开始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相信生命的神圣所以我们是反对多胎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在这个美国政府的系统里面，并不是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教育还有他们的未来不是那么样的完美，所以呢我们因为反对堕胎的关系，所以就让我们在想到就是说，对，我们是反对堕胎，但是生下来的孩子难道就是再丢给政府去照顾吗？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必须要照顾孤儿跟寡妇。当我们有这个想法之后，酝酿了大概有2-3年，所以有一天我们终于就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神的时间到了。如果他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嘛，我们不能就是光谈而已。因为我跟我2个女儿，她们那时候都在学小提琴嘛，然后我们小提琴有这个集体课的时候在上集体课的时候呢，就有其他的家庭，那些家庭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美国人，但是有好几个家庭他们都收养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孩子们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会问他们怎么做，然后好几个呢都是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收养中心吧来这个透过他们来办这件事情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神应该会给我们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因为那个时候现在中国好像已经不能领养，但是在16年前很多这个中国的女孩子是父母不想要的，重男轻女所以我看到了很多
被收养的孩子也都是女孩。我们一开始是朝这一步走，然而神就关门，各方面都不配合，不论是在经费上面，或者是我们联络了好几个地方也都没有下文，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神就是在关门了。后来我们就说那可能神要我们就在国内领养吧。那国内领养的这个经费呢就少很多So domestic adoption 对，大概少多少？几万块吧。差几万块然后我们手头上有一笔钱，那个就是我们存起来做叫做紧急基金的，就是如果家庭有急难或者是住院这些的事情，那我们就看看手头这一笔钱，你说可以做那我们就把那个钱拿去就跟我们那时候在 Memphis， 我们就跟曼菲斯的一个那个 Christian Adoption Agency 就跟他们联络，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就照着他们他们的规定就一步一步做这样子。所以最后你们领养到一个黑人小孩很可爱哈。就是所以我听说你在抚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如果你看我带着我的儿子出去的时候，人家不会把我们想成一块儿我可能就是保姆照顾他的等等，甚至我们去教会把他送去 nursery 的时候，要去接他的时候，人家也是觉得不知道应不应该把我儿子给我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对，但是你也觉得还好，你不会觉得被冒犯或者不会对。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就是在超市还是在超市真的是常常遇见笑话，就尤其是他是小 baby 的时候我带他去购物然后呢人家就会一直看看看我再看看他，看看我再看看他，有的时候就会给一些评语你知道吗？然后像有一个这个黑人女士就看我跟她的互动，就说哎呀这个孩子真的爱你就好像认为说，就是人们的一种先见为主，可能说是偏见吧，认为说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肤色，好像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家庭。在收养的时候呢，是你可以这个是他母亲的选择，他的母亲选择就是说你要开放式收养还是封闭性的收养。那封闭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边是不知道谁是谁的如果是开放的话，意思就是说他的生父母还是可以来看他之类的你们可以约时间彼此见面等等那他母亲选择的是封闭性的。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就是让你儿子知道他是收养领养这件事？对这个我觉得好像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吧，应该就是对小孩子来说，或者是对父母来说，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让他能够接纳他自己，接纳他的这个背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如果有这样子的环境的话，就是多跟一些抚养家庭在一起，所以孩子们看了觉得就很平常，你知道吗？他们看到那个白人父母有各色肤色的小孩，或者是你知道，而且这个数量很多，你知道各个家庭这样，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他们也看到就是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就是我就是让我的儿子知道，就是说组成一个家庭其实是有不同的方式的。我们确实是有就是我说像你姐姐一样你姐姐他们是从我肚子里面出来的那是很小的时候跟她解释，所以我说这种就是这样子一个家庭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收养了你
那你也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也有这样子的家庭方式所以他就知道说组成家庭并不一定要这样或那样那么我也知道说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就一直想要告诉他这个到底收养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别人来告诉他这件事情，或者让他自己胡思乱想，你知道吗？因为孩子都是有好奇心的，对所以我说我就想让我来告诉你完整的故事吧。所以他很小，他4、5岁我就拿了一些图书馆的那些童话的儿童书籍，就是有关于收养孩子什么的就讲给他听。但是那些书上面都是那小孩都是中国女孩子所以他看了以后也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他们还小，就是不能够明白，他不觉得，而且他没有办法了解说这有什么差，因为他看到说2个姐姐叫你爸爸妈妈，然后我也叫他们姐姐，我也叫你爸爸妈妈，所以对他来讲他还不是非常的了解，直到所以我就试了好几次，我看他没什么兴趣我就算了然后他大了一点吧，大概是5、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能够分别比如说他会说为什么我这个皮肤的颜色跟你们会是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就会解释给他听所以很感谢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文化里面是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所以很早我们就告诉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就是人类不是好多种不同的人类，没有这个说法的，因为都是从一个血脉而来的，所以可以以这个思维去解释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好解释的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们是真的很爱他，所以他很有安全感，他不会觉得说因为我是领养我就少一点爱，他可能真的感觉到说你爱他跟你爱2个姐姐是一样的所以他才会这么的就是无所谓。我觉得有些孩子他之所以觉得有一点自卑或者怎么样，他觉得他领养自卑，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好像他没有得到就是说真正亲生父母的那种爱，但是你们给了他就是那种非常原始的非常就是父爱母爱，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许吧我觉得孩子不同也不能够说孩子觉得有什么样就是因为父母的关系，我真的是这样觉得。但是我想这个基础应该就是说你不要把他当作他是领养的就好了，只要你不要把他当作他是领养的，他就不会看到他自己是领养的而且他是家里的老幺所以他还有姐姐们的爱护，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就是整个家庭几乎都围绕他转，因为他又那么小，对，又是唯一的男，对他又那么小，然后呢出去的时候我抱不了了就姐姐抱，谁的爸爸抱什么什么的，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吧而且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开放的那种不需要把它当作一个秘密或是一个必须要隐藏的，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嘛所以就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很重要，如果只要我们家庭里面的人是很自然去看待它那我相信孩子们会感觉得到这种氛围哇太棒了，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很多领养家庭他们需要的这种，就是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耻如果觉得是羞耻的话，就真的很多人都不敢去做这件事，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件不是一般人做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做，你知道？但是我在想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去看孤儿寡妇但是怎么样去做到，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的一种里面的那种我觉得可能跟文化，我们华人的文化好像领养对华人来说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不是很 popular 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台湾我是从中国大陆来，我觉得领养好像怎么讲都感觉是有一点点，就觉得你这个 family 有点特别，或者是你这个孩子领养就有点特别大家就会对你有一种特别的，可能有一种
可怜，或者一种你就对他的眼光就不是像对正常小朋友的那种眼光。所以但在美国其实真的我来到美国，我的感觉是这里真的领养是很正常很常见的。很多我的学生他们也是领养，他们就一开始就是我是领养的啊，他们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他们的 identity， 他们不觉得这个是有什么。我刚开始还觉得好像好勇敢哦，他这样讲。但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就觉得 it's okay, nothing special 这样。所以这个跟华人的文化是有一点不一样。是对呀。那我不知道 Vernon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的？Yeah, as a Chinese wife's husband and then African boy's dad 我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很有趣，就是真的是 multiple culture 对，就是我觉得是 represent the the big family of God,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an live together, we can love each other. So that's really a beautiful example. Yeah. I think just two things, both of which she mentioned already. Yeah. One is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re's only one race, and that's the human race. There are different people groups, of course, but only one human race. And second of all, is when you adopt, love that child as your own. Don't treat your natural children any different than your adopted child. 你们刚才讲到说，你们把这个 emergency fund 拿出来领养，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说，那以后我们突然有生病、重病怎么办？No. 没有。Wow, okay. 所以就是 Well, try not to go into debt. 对， Just 不要负债。just to adopt. Yeah. 你说只要明白是神的旨意就去做。对，那有些人也会想说到底在这件事上我怎么知道？圣经是讲孤儿寡妇没错，但是是不是真的我要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有些人是有一些 supernatural 的 confirmation， 有些人是有一些 Bible verse pop up， 然后好像有一些 conviction。那你们当时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你怎么确定？你先说。This is God's will. Well, you have to be in agreement.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是的，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过，他们也都同意。And I think there will be, as things in the end times progress, I think there'll be plenty more opportunities to take in children who don't have parents anymore. So, kind of that can be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Yes. What I love in your family is you really take actions. 就是说你们不是只是讲，你们不是只是讲我们要照顾孤儿寡妇，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我觉得你们是真的有做，就是你们真的对，就是说不是说真的有一个 ministry 好像照顾很多很多孤儿，但是至少你们开始从一个开始去照顾。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对，因为圣经上也是雅各书吧，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那你们是真的有活出来这个动作，然后真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感动，很激励我们的。对，因为不是只是去讲而已，或者知道而已，是我们真的有在做这件事。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自省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圣灵问我的一个问题吧。我记得那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就问我自己，如果我们家再多一个孩子，会怎么样？这是一个自问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多了一个孩子，会怎么样？后来我想想说，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没问题的，不会怎么样。我们不是富有的家庭，我们真的只是小康。可是我觉得呀，就是你说神给我们的那个信心，还有那个恩典吧，还有这个平安，就让我觉得说不会怎么样啊。对，你可以至少你可以照顾一个孩子啊，多于一个我们就没有这样子的那个经济就像那个收养费我们根本就没有了嘛。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做一个吧。呀，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起码我们可以照顾一个，就这样开始了。对 ，And you never know 这一个他会影响多少人，也许他以后他也会去照顾更多的人。是啊，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爱的一个能力。当我们愿意就是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 ，you never know 他以后会影响多少人。对，收养的孩子跟你自己亲生的孩子没有不同，任何一个爸爸妈妈都可以告诉你，只要他有一个以上的小孩，他们都会说啊，这个每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或者是说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天赋也好啊，或者是他们的性情都不会是相同的。收养的孩子也是一样啊，是，对呀，所以我是觉得不需要有什么期待，说他一定会这样或一定会那样，因为你自己生的小孩，你都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你知道？你尽力了去养他们就好了。对。当然，我觉得有些父母也会担心如果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以前父母有一些什么背景，就是比如说吸毒或者I don't know， 就是有一些在灵界里面的一些 curse，you know，那这个会不会就是会很难去deal with 这我在想有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担忧。是的，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工具啊，我们就祷告啊。你收养之前就是祷告，然后你不管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想，不管我收养是哪一个孩子，你就继续的祝福他。然后如果有任何的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为抚养的孩子祷告的那个祷告手册，我相信现在一定是更多了。你就是工具很多，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要砍断家庭咒诅啊，也可以啊，等等各项的呀，就是要靠祷告，真的。对。但是你自己在抚养你儿子的过程当中，你觉得 so far 其实是 OK 吗？没有说好像特别艰难，或者有很多的属灵征战，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 struggle。我觉得小时候是没有什么，但是当孩子进入那个青少年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阶段是很尴尬的，但是你跟你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必须要陪着他们走过这个路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如果你看到他身上有什么traits， 你也看到他有什么好像比较特殊的那种倾向的话，就真的要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了。我真的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基督徒家庭起来领养这些孩子们。对，因为不只是基督徒家庭在领养，你也知道很多另类家庭他们也在领养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哇，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好像感觉是一个在两个国度之间的一个竞争。就这个邪恶势力他的计划就是，如果他不能够在母腹中就把这些人类杀掉的话，当他们生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一直的想要迫害他们。所以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大家去网上查一查，在你的州里面有多少孩子需要尤其在 iHub 有一个组织叫 Moral Outcry，那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Joy 吧，都是在鼓励我们基督徒家庭收养孩子的。谢谢你们今天来分享这个话题。对，那也祝福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们对
对领养这个话题有兴趣有更多的问题想要来咨询这对 couple， 其实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也会转达，然后他们可以给你们一些答复。对，如果你们需要这领养方面的一些资讯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机构的名字或者 website 发在这个视频的下面，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些 research。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节目以后可以被影响吧，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做出一点行动，去就是真的去完成神在这个末世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身上的一些使命。对，就是说照顾孤儿寡妇，或者是去预备末世的这些食物也好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物资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很具体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听了以后可以想想说，你可以在你现有的范围，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能力范围，你可以做的什么。对，我觉得应该可以真的是从小事开始呀，不需要想到说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样很伟大的事工。对，我们真的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开始去做出一些改变呀。好，谢谢二位，谢谢 Ruth，好的，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